你很难想象啊，雷达这个人畜无害的防御装备，一开始却是被当成致命武器来研发的。1935年，英国政府委托物理学家罗伯特·瓦特研究无线电波，希望用它来摧毁德国的飞机。但很快，这位科学家就得出了结论啊，无线电波同致命射线之间的差别，就如同弹弓同导弹之间的差别一样大。飞机看来是打不下来了，但好像也并非全无军事价值。就在这项研究刚刚开始的几周之内呢，瓦特就发现通过测量从机身弹回来的无线电回声延迟的长短，就可以得知飞机的飞行方向和距离了。于是从此就开启了雷达的职业生涯。这让我不免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说是蝙蝠启发了人类发明雷达的吗？看起来它又是另外一个你千万别太当真的励志故事而已。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雷达当中的神器相控阵雷达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它能够强大到探测出像 F-35、歼20、苏57这类先进的第5代隐形战斗机吗？好，千里之行呢始于足下，我们先来看看雷达最基本的工作原理。其实它在很多方面都是挺像我们的眼睛的。首先，目的相同，都是为了看见目标，只不过呢，一个靠的是可见光，另一个靠的是无线电波。其次想要看到不同方向的目标，都是需要转头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传统的雷达都是始终在不停的旋转。然后想要更清楚的观察目标的话，就需要收窄视角。我们可以借助望远镜，而雷达可以增大天线面积。天线越大，波束越窄，判断的精度也就越高。但问题也就产生了，大天线它转不快少一圈回来呢，目标可能已经飞跑了，这就尴尬了。怎么办？相控阵雷达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怎么个解决法呢？靠电磁波的干涉现象。在相控阵雷达的天线平面上，规则地排列着很多微小的单元，它们有点像是昆虫的复眼，每一个都可以单独的发射和接收电磁波。当这些独立的单元发出的正弦波同时向外传播时，它们之间就会发生建设性干涉和破坏性干涉，使之加强或者减弱。就像两个完全同步的水波一样，当碰在一起之后呢，垂直于它们中心连线方向上的波纹得到强化，而其他方向上的波纹则逐渐消失了。好，这是两个波完全同步的情况。要是它们不完全同步呢？要是第二个比第一个稍微慢了一点点呢？这个称之为相位移动，相移。那以此类推下去，第三个又比第二个再慢一点点，第四个又慢一点，第5、第6、第 N 个都是这个规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用计算机来控制每一个单元所发出来的电磁波的相位差，实现在它们相互干涉之后，朝着我们想要去的方向传播了。这便是相控阵雷达的工作原理了。完全不同于传统雷达的机械扫描，它靠的是相位移动的电扫描，速度差别是以数量级来算的，而且更加灵活，能够跟踪更多的目标，拥有更强大的抗干扰性，以及更能够发现隐形的目标。对了，这隐形飞机雷达是怎么把它探测到的呢？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说是隐形呢，其实并不完全意味着看不到，只是跟普通飞机比起来呢，雷达截面更小而已。它们通常靠2方面来实现的，一个就是调整外观，偏转雷达波，使其不会按照原路反射回去。锐利的边缘和多棱角的结构都有明显的好处，这点看看 F117 就知道了。第二个呢，就是使用特殊的涂层，将照射到身上的雷达波吸收掉。至于到底是怎样的涂层呢？那都是军事机密，我们就只能猜一猜了。据说里面是包含了碳纤维甚至是碳纳米管的增强塑料，以及细颗粒的铁粉，用来将吸收的电磁波转化为热能。但这些涂层的缺点是它们并不能吸收全部的雷达波，因为涂层的厚度正比于它吸收波长的能力。涂层越厚呢，越能吸收波长更长的电磁波，涂层越薄就吸收不了长波。而战斗机的涂层能有多厚呢？所以雷达的机会就来了，发射低频长波就能够在远距离上探测到隐形飞机了。为什么相控阵雷达在这方面更强呢？因为想要发射低频长波，必须要天线够大。你看，这不正好就是相控阵雷达的天然优势吗？所以雷达和隐形就像是矛和盾的故事一样，大家都在彼此的升级，也在彼此的制衡。我在以前上中学的时候呢，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军事杂志，还对美国有宙斯盾和 F-22羡慕的咬牙切齿。如今我们也有自己的平面阵雷达和歼20了，着实为我热爱的祖国感到骄傲。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我国的高分3号星载雷达在对地成像时可以达到最高1米的分辨率，这是什么概念？以它高达755公里的运行轨道而言呢，这个分辨率就相当于你站在地面上能够看清4公里以外视力表最下面的那一行，即使在世界同级对手面前呢，也是站在前列的。而如此高的分辨率多半是天线的功劳。天线是什么？就是那个既能够发射也能够接收电磁波的装置了。它的尺寸或者说是孔径与分辨率之间是个正相关的关系，孔径越大，分辨率也就越高。具体还有一些公式，为了不劝退大家呢，我就不打出来了。但我们依然还是可以拿它来计算一下，看看高分1号为了达到1米的分辨率，孔径应该要多大才行呢？计算结果是大约要长46000米，这显然不可能嘛。事实上呢，高分3号的天线尺寸的确也就只有15米长、1.5米宽。所以为什么计算与现实出现了如此大的差距呢？原因很简单啊，高分3号上搭载的是一台合成孔径雷达，它跟我们计算出来的单一孔径雷达有着本质的区别。什么是合成孔径雷达？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清楚。雷达通过向目标发射出一束电磁波，并探测从目标反射回来的回波强度、时间间隔等来计算出目标的距离和方位。但雷达波却有一个天生的劣势，跟通常用来成像的可见光波不同啊，它的波长是前者的数千甚至上万倍。如果我们拿筛网来举例的话，那么雷达波就是一个拥有超大号孔的筛子。大沙子、小沙子，在它这边都是一样的沙子，根本就看不出来区别了。换句话说，就是分辨率完全没法跟可见光比。这在以测距为主的非成像雷达那边还没啥大问题，但是到了成像雷达那边，我用雷达波就是为了要成像啊，没有细节还算什么成像呢？就是个大问题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传统思路是一个大天线。因为天线越大，孔径越大，越能够将雷达波的波束压窄。这有点像是你用很多个大孔的筛子错落的叠加在一起之后所形成的样子。它们的孔是变小了，因此能够筛出更细的沙子。但是叠在一起后的尺寸呢，却变得十分庞大。如果这个庞大的天线只是架在地面上用的话，还勉强可以接受。但是要带着它飞上天空就不太现实了。怎么办呢？其实，在二战早期啊，美国、德国和英国就已经开始把雷达装在飞机上了。只不过那个时候的雷达呢，还很原始，作用也很简单，只是用来探测其他的飞机和船只的。至于探测出来的样子呢，到了位置指示器里面，全都是一个个发光的小点点。后来，随着技术发展，当飞机一边飞行一边旋转雷达天线时，这些扫描出来的目标呢，能够逐渐被显示成一个真正的灰度图像了。但是离我们所谓的成像呢，还差得很远。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工程师们开始意识到，当扫描目标区域时，不旋转天线，而是敢让飞机尽量保持稳定的飞行，反而可以让在航向方向上面的扫描分辨率得到提高。这是不是意味着沿着一条路径奔跑的一台小天线，可以经由时间上的合成变成一台大天线呢？原来欺骗人眼的视觉残留也是可以拿来欺骗分辨率的呀！这就给工程师们打开了一道大门。也解锁了可以对地观测的测试雷达。一开始当然是用作军事侦察的，但很快也服务于科学用途了。因为雷达波可以更好地穿透云雾，同时还是主动发射的，所以在进行地形图、海洋图的绘制与陆地研究的任务时呢，可以不受气象条件与日夜的影响，表现出其他手段所不具有的优点。而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固特异飞机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对了，就是那个我们以为只会造轮胎的公司。其实他不仅造过飞机，甚至还造过飞船呢。他帮 NASA 设计了阿波罗飞船上的加热与冷却系统。当然，宇航员在月球上飙车时，自然是要用到轮胎的。那可是固特异的老本行啊，所以必须装的是固特异轮胎了。这个牛可以吹上一辈子，就像同样也上过月球的哈苏相机一样。有点扯远了，让我们再回到那位工程师。他叫做卡尔威利，发现如果利用多普勒平移的处理方法，也可以在不增大雷达天线孔径的情况下，实现高分辨率的成像。多普勒平移是一个随着探测平台同目标物体接近和远离时，电磁波的频率发生偏移的现象。平时我们听到接近与离开的警笛声有着明显的区别呢，就是声波发生了多普勒平移的结果。你想，
飞机或者卫星在空中飞行时也会接近和远离一个地面目标。用一束较宽的雷达波，虽然无法探测到这个目标到底是落在雷达波的前面、后面还是中间，但如果我紧接着又发射另一束相同脉冲的雷达波出去，发现回波的频率被压缩了，也叫做多普勒频率正移，就说明我是正在接近这个目标的。那么这个目标也就落在了雷达波比较靠前的位置。相反，如果这时的回波发生多普勒负移，频率被拉伸了，就说明这个目标的位置是靠后的。要是我把2次发射的雷达波的间隔收窄，在同样的时间和距离内发射并收集尽可能多的雷达波，岂不意味着我对多普勒平移的探测敏感度加强了吗？自然也就能够得出更精确的目标方位了。这个呢，就是合成孔径雷达的底层工作原理了。它其实只有一个不大的天线，但是却会沿着一条路径稳定的平移，并且在平移当中的每一个位置都发射出一个相同脉冲的信号，接收它的回波并储存起来，然后通过信号处理的方法合成出一个等效的大天线出来，也就是合成孔径了。这回你听明白了吗？美国很自然地成为了第一个在卫星上装上合成孔径雷达的国家。1978年，NASA 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使用该技术的海洋卫星 CSAT， 并成功完成了对地观测任务，获得了大量高清雷达图片，开启了太空对地观测的新时代。紧接着，更多搭载着合成孔径雷达的卫星被发射升空，成为美国架设在太空当中的眼睛，可以实现非常多的科研及军事目的。比方说，发现撒哈拉沙漠下的古河道，这就是普通的光学成像卫星难以办到的，因为它不具备合成孔径雷达那强有力的地表穿透能力。比方说，在海湾战争期间为美军的精确打击提供服务。从1988年到2005年，陆续升空的5颗长曲棍球间谍卫星，据说其搭载的合成孔径雷达分辨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0.3米左右。与此同时，欧洲、俄罗斯、日本等地区和国家呢，也不甘落后，相继把自己的星载合成孔径雷达送上了轨道。我们国家呢，虽然起步较晚但后劲十足。1979年，由中科院电子所获得了国内首副合成孔径雷达成像，并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呢，一路攻坚克难，于2012年成功发射了首颗民用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环境1号 C 星。仅仅到了2016年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分辨率达到1米的高分3号呢，就已经发射升空了。能够全天时、全天候实施对地观测的它，已经站到了国际上的第一梯队里面。世界在我眼前铺开，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得如此清晰，这种感觉只能说真的很爽啊！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内容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隐形飞机真的会隐形吗？当然不会啊！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隐形飞机在一些深高频和超高频雷达面前都是明显可见的。既然这样，它们凭什么还叫做隐形飞机呢？没办法，想要在雷达面前完全消失呢，几乎是不可能的。隐形飞机比普通飞机强就强在虽然你能够看得到我，但是却很难打到我。好吧，尽管有点鸡贼，但能够鸡贼得起来本身就很不容易了。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以及他们为什么就不容易呢？首先，第一个是设计。一个能够使雷达波偏转而不是原路返回的外观设计，对隐形飞机至关重要。虽然我们可能已经很熟悉了，因为它在第5代战斗机上已经成为最明显的特征了。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彻底的欣赏它呢，最好还是退回到它的起点，那架棱角分明的 F117上。F117代表着当年对雷达散射截面的最强计算结果。酷似外星飞行器的造型呢，直到今天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科幻。反倒是现在更加圆润流畅的 F35或者 J20 好像还缺了点味道不过这正好代表着我们的计算能力在这段时间里面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可以在一个3维空间而不是2维平面上保持良好的雷达散射设计了。是的虽然有了更多的曲线，但是散射雷达波的底层逻辑还是一致的。就像这张图片展示的一样隐形飞机的外形呢，需要被设计成像是一面面斜镜一样，把雷达波的能量反射到别的地方去。与此同时今天的隐形飞机表面设计还加入了新的理念，它利用适当的弯曲与平滑的过渡让雷达波平稳的通过它，就像水流过光滑的荷叶表面一样，不会留有痕迹。疏而不堵，这不是东方的智慧吗？当然就需要更好的模型和更强的算力了。这是第一个难点接下来第二个，
换一种思路，以柔克刚，你拳拳到肉，我就借力打力，用特殊的材料把你发射过来的雷达波全给吸收掉，这便是雷达吸波材料了。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啊，仅仅只是靠外形设计呢，还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比如像机翼的前缘、进气道的入口、垂直尾翼的表面等等，都会产生大量的回波。在这儿呢，就必须要采用吸波材料加以辅助了，它简称 RAM（Radar Absorbent Material）。其工作原理是将雷达发射过来的电磁波的能量吸收，转化为热量，再发散到空气当中。通过与第一个外形设计相结合呢，就能够将战斗机的雷达截面减小到和一只中型鸟类差不多的水平了。而什么算是中型鸟类呢？指的就是大部分体长在20到40厘米之间的鸟类了。你看啊，这么算起来，等于就是把战斗机缩小了50倍嘛，还是非常可观的。但是啊 ，RAM 维护起来就是一场噩梦了。为什么拥有一架 F-35或者歼20那么贵呢？这一定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了。同时啊，高温也是一个问题啊。甚至通过一些资料，我们已经知道，隐形战斗机是很难维持持续的超音速飞行的。并不是发动机不给力啊，而是 RAM 不给力，速度一快，跟空气的摩擦一剧烈，温度就升上去了，然后吸波涂层就废掉了。你飞得越快，暴露的就越快，很尴尬，这就是第二个难点了。好，如果说前面两个大家都能够比较容易想到的话，那么后面这几个呢，就是往往被忽略的了。第三个，生产公差。隐形设计在数学运算上的复杂性和 RAM 材料在应用上的烧钱性是一回事，但是能设计也能花钱，这隐形飞机就能够自己组装出来了吗？不行吗？能够大量部署它们的重要前提其实是必须要能够以极其严格的生产公差去制造它们的水平才行。在隐形战斗机的表面，即使是面板之间极其微小的缝隙呢，也会使它更容易被雷达探测到的。因此，组装隐形飞机的过程就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了。它既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也需要很多相当昂贵的设备的支持。引用一篇专业文章里面的描述就是如果飞机外部结构的部件经过精密加工，以极小的公差配合在一起的话，那么隐形要求就可以更容易的满足。换句话说就是，减少和接近消除结构部件之间的间隙呢，对于实现飞机的隐身特性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实际上，这正是难倒很多国家的一点啊。之所以美国能够把自己的隐形优势保持了那么久呢，也得益于此。比如产自1990年代至2000年代的 F-22，它的制造公差大约为1/400毫米，这在当时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但即便如此，仍然还是需要用胶带填缝剂和 RAM 材料来处理缝隙，才能够保持住飞机的隐形轮廓。而到了 F-35，据说生产公差又提高了几个数量级，但你看覆盖缝隙的 RAM 材料呢，依然清晰可见。所以这第3点是难上加难啊。第4点就是如何隐藏自身的红外和电磁特征了，别被动的挡着了，却把主动的给泄露出去了。考虑到只要燃烧喷气呢，就一定会带来红外特征，所以为了减轻一点点，那就把发动机埋得深一点嘛。隐形飞机通常将发动机安装在机身的深处，在排气口周围呢装有特殊的护罩，以便在释放热量时能够快速散发。同时这种方法还有助于管理飞机的声学和视觉特征。换句话说就是不仅让敌人的机器不容易发现我，也要让敌人的人不容易发现我。当然，这儿的难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隐形飞机都能够有效的遮住发动机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护罩都是那么容易设计的。最后还有一点，也是恰恰不能硬塞进去的一点那就是人的因素。利用有利的地形、准确的情报、敌人的弱点和你对自己驾驶的飞机的了解程度来制定计划、规划路线，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暴露于可能会发现或者攻击你的敌人防御系统面前的风险。这就意味着飞行员以及飞行团队本身也是隐形战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好了，听完以上几点，朋友们觉得印度大概还需要花多少年才能够端出一架像样的隐形战斗机呢？我们在很多读物上都看到过这种文章雷达是根据蝙蝠发明的，甚至语文课本里面也有一篇课文叫做《蝙蝠与雷达》。课文里面提到了一个科学家拿蝙蝠做了个试验，发现蝙蝠的嘴能够发出超声波进行回声探路，于是科学家就模仿蝙蝠的特异功能发明了雷达。似乎雷达鼻祖是蝙蝠这个概念呢已经根深蒂固了，所有人对它都深信不疑。
雷达是不是根据蝙蝠发明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暂且画个问号。先来捋一捋蝙蝠实验和雷达的由来。正如小学课本里面所描述的18世纪，意大利生物学家斯巴兰扎尼进行了一项蝙蝠实验。他把蝙蝠关在完全漆黑且没有任何障碍物的房间里面，发现蝙蝠好像不会飞了。难道是光线太暗，蝙蝠看不清东西了吗？于是他又将蝙蝠的眼睛给遮住，放入布有障碍物的房间当中，发现蝙蝠又可以正常飞行，却没有碰触到任何的障碍物了。但当他将蝙蝠的耳朵塞起来之后呢，蝙蝠又开始横冲直撞了。于是斯巴兰扎尼就推断蝙蝠是通过听觉来导航的。遗憾的是，斯巴兰扎尼的这个结论呢太超前了。那个年代超声波尚未被发现，人们无法理解耳朵是如何辨别方向的。因此他的观点不仅没有在科学界产生重视，反而引起了科学家的一片嘲讽1个多世纪以后，美国哈佛大学的皮尔斯教授在1938年设计出一套可以探测超声波的设备。通过这个装置他首次发现了蝙蝠能够发射超声波。又过了2年，格里芬与高拉姆博士呢，通过实验证明蝙蝠能够用嘴发出超声波，并且能够用耳朵来接收遇到障碍物反射回来的超声波，从而进行导航和定位。1944年，格里芬将蝙蝠的这种本领命名为回声定位。好了，蝙蝠回声定位的来龙去脉我们已经搞清楚了，现在我们再来聊聊军事战争的那些事情。1888年，物理学家赫兹发现了电磁波，无线电报、无线电收音机、无线电广播相继问世。20世纪呢，电磁波已经能够用于海上目标的探测了。1904年，德国工程师赫尔斯迈尔发明了一个能够探测船只的装置，这种设备呢可以发射接收电磁波。1922年，美国海军在海上航道两侧安装电磁波发射和接收装置，用于探测来往船只。这些装置呢被认为是早期的雷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飞机呢被投入使用，各国开始秘密研制侦察飞机的仪器。1934年，瓦特偶然发现无线电波可以在荧光屏上显示出来。次年2月，瓦特呢就研发出来了第一台可以探测飞机的雷达了。该雷达可以发射出波长为1.5厘米的微波，探测距离可以达到80千米。1936年，瓦特协助英国搭建了第一个雷达站。不仅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苏联、荷兰等等国家呢，也在同期开始研制雷达装置。到了1939年，雷达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了，并且在二战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最早期的雷达早在1922年就被研制出来了。而当人们发现蝙蝠能够发出超声波时呢，雷达技术已经在军事上获得实际应用了。看来雷达的发明和蝙蝠还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不仅事件时间线证明了这一点，二者的形成原理其实也不相同蝙蝠回声定位使用的是超声波，超声波呢是一种声波，声波的传递是需要介质的，因此在真空环境下，超声波是无法传播的。而雷达使用的是电磁波，电磁波的传播呢是不需要任何介质的，既可以在空气当中传播，也可以在真空中传播。看来雷达的发明最多就是受到了蝙蝠回声定位现象的启发，二者其实完全是两个独立的事件我们都被这种表面现象的关联性给误导了。看来科学之路上，我们还要多一些刨根问底的精神，多持一些怀疑精神，也许未必是件坏事。这个飘在海上的大灯泡是干什么的？实际上进入它的内部呢是这个样子的：一台体型巨大的 X 波段相控阵雷达，直径达到37米，据说可以分辨出4000公里以外一个棒球大小的物体。作为美国陆基中段防御系统的一部分主要用来识别、跟踪和评估远程弹道导弹，但其实它是海基的。安装在从挪威莫斯海事公司买回来的5万吨级半潜式海上钻井平台上的 X 波段雷达呢，可以在拖船或者想要更快一点的话，由半潜式起重船拖着部署到海面上的任意位置，从而有效地解决了陆地上无法移动的 X 波段雷达受地球曲率所限，难以发挥其火眼金睛的尴尬了。当然，想要在环境恶劣的海面上乘风破浪呢，裸奔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这个白色的大灯泡罩子的作用了。但它并非是什么坚固的材料，而是由充了气撑起来的非常薄、非常轻的由凯夫拉制成的柔软织物。既然凯夫拉连子弹都能防，那防点大风大浪应该没啥问题吧？他2002年开始建造，2005年正式服役，然后在2008年就帮自己人击落了一枚自己人的卫星。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这是一枚代号 USA-193 的秘密间谍卫星了。它的具体用途一直到今天都是高度机密，但据说是为了拍摄高分辨率的卫星照片的。但是很不幸啊，在发射上天不久之后呢，就与地面控制中心失去了联络。军方高度怀疑它已经脱离轨道，并可能随时坠毁到地面上了。虽然坠毁的卫星本身造成灾害的风险是很小的，但是其带上天的有毒燃料井却几乎半点都没有用掉，至少还剩了1000磅，也就是450公斤。要是它们散落在大气当中啊，极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的。于是解决方案就是发射一枚经过改造的标准3反导导弹上去，把它给拦截下来。此计划称为烧双行动，先是由海基 X 波段雷达对其进行精确的跟踪，然后再将信息提供给位于夏威夷附近的伊利湖号导弹巡洋舰上，后者呢发射导弹撞击并摧毁这枚危险的卫星。从结果上看啊，海基 X 波段雷达的确给力，所以哪怕运营费用每年高达1.5亿美元，美国海军也照样乐于买单啊。一个有趣的事实 ，F117虽然打头的字母是 F。Fighter， 但实际上呢，根本就不能 fight， 只能携带2枚炸弹的它，其实算不上是一架战斗机。好，那么第一架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隐形战斗机的又是谁呢？也许是你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的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的 A12复仇者2，一架优雅的飞翼机。看上去有点像是 B2， 但其实比后者要小了很多，因为它本来应该服役的平台是航母。1988年1月13日，麦道和通用动力的一个联合团队赢得了为海军打造这架隐形攻击机的合同，所以才会用字母 A Attack 打头嘛。不过这架飞机呢，不但载弹量比 F117更大，而且还能装下2枚 AM120中程空空导弹，把目标从地面切换到空中，转换成 Fighter 的角色，所以它实际上才是第一架隐形战斗机嘛。当然很遗憾啊，这架战斗机呢最终是没有登上航母。由于严重超重、严重超支，到了1991年，海军毫不客气的就将这个计划给取消了。结果嘛，还惹上了官司。毕竟你已经下了800多架的订单啊，哪能说取消就取消呢？得要赔偿。直到2014年收购麦道后的波音和通用动力还在向美国政府索赔2亿美元呢，也不知道到现在到底有没有成功呢？好，既然拿神秘的 A12复仇者2开了一个头，那咱今天就继续来说几架隐藏在 F22、F35和 B2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隐形飞机吧。它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金主——波音。先说最早的一架啊，853-21安静鸟。但我说最早的时候是认真的啊，因为它比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 F117的前身慵懒还要早上了将近15年呢。虽然它从来就没有真的要飞上天的打算啊。安静鸟从一开始呢，就是作为一架摆在雷达面前，研究如何用材料与形状来降低雷达截面的模型而打造的。从1962年一直测试到了1963年，比洛克希德的臭鼬工厂开始的还要早啊！因为彼时后者还没有拿到那个著名的方程式，写出突破性的回声1号计算机程序嘛。其实波音的研究呢还是颇有成效的，只不过有点太超前了，军方完全就不理解，又哪里来什么兴趣呢？所以波音就把这些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呢自己留着，将它们应用在了后来的 AGM-86空射巡航导弹的设计上，以及更复杂的复合材料结构的开发上了。当然啊，由于它只是一个模型，所以叫它是隐形飞机难免还是有点牵强的。那好，下面咱们就来说2架是真的了啊 ，YF-118G 猛禽和 X36。这2架呢，本质上都不是为了量产而生的，并且呢，都是出自于波音旗下的同一个团队——幻影工厂。严格意义上来说啊，是麦道的幻影工厂，只不过呢，被波音收购之后就成了波音的了嘛。和洛克希德的臭鼬工厂类似啊，幻影工厂也是专攻高度机密、高度先进的军事技术的部门。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啊，他们中的一组工程师呢，都在围绕着一架造型独特的隐形飞机转。它就是，如果你在51区的上空看见它的话，大概率会认成是 UFO 的猛禽了。它样子实在是太特别了，一副不可能是地球人造出来的样子。但偏偏人家就是在空中前前后后稳定的飞行了将近40次，验证和测试了大量的关键技术，将波音的快速原型设计和整体结构复合材料的生产能力拉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后就是 X-36了啊，这是一架跟 NASA 合作开发的无尾隐形战斗机项目，也是旨在验证什么呢？验证没有垂尾如何照样做到灵活啊。今天的隐形战斗机啊极难瞄准，但实际上呢，即使是使用过时的雷达来发现和跟踪它们，却并不是很困难，因为这些战斗机对性能的要求很高嘛。像是 F-35、F-22还有歼20这样的隐形战斗机呢，都配有大型的发动机进气口和垂直尾翼之类的东西啊。这些东西虽然不会降低它们在高频瞄准雷达面前的隐身性，但是却会增加它们暴露在低频预警雷达面前的可能性。不够完美吗？那反过来，像 B-2这样的隐形飞机呢，它就没有以上这2样东西了，所以隐身性能得到了强化，但是就别指望能有啥机动性了啊。那怎么才能结合一下呢？这就是 X-36想要干的事情啦。它使用机翼前部的压翼、分裂的副翼和推力矢量来补偿缺失的尾巴，实现了既能隐也能飞。当然，这架只有全尺寸大小28%的战斗机呢，采用的是遥控操作的，在短短25周之内啊，实现了31次的成功飞行，每一次都会有相应的技术迭代。总的飞行时长来到了15小时38分钟。它所留下来的很多资产呢，至今仍然笼罩在神秘当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聊的4架神秘飞机，你对哪架更感兴趣呢？留言里面来告诉我，咱们选一架人气最高的，再来仔细的盘一盘啊。这架飞机啊，看起来相当科幻，但它不仅是真的，而且是上个世纪90年代便已经成真了。3名飞行员在3年时间里面先后驾驶着它呢，飞上了38次天空，没有遇到过1次危险。可见这个看起来咄咄逼人的家伙呢，实际上是非常的友好的。它叫做猛禽，在2002年首次揭秘时呢，属于波音，但其实它的起点啊始于麦道，甚至还要更为久远，与这2架飞机都有脱不开的关系了。那好，咱们今天呢就来好好聊聊它。曾经军用飞机为了躲避来自地面的跟踪与攻击，靠的都是飞得高和飞得快。他们在 SR-71黑鸟身上达到了巅峰，但是后来啊，人们突然发现，我不一定非得要这么干啊，只要让你从一开始根本就看不见我，不就好了吗？从此啊，高空高速不再是军机的硬杠杠，隐身性能呢才是至关重要的。于是，在一个神秘方程式的帮助下呢，洛克希德用这架飞机慵懒赢下了第1架隐形战斗机的研发合同。随后，他继续发展，最终就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第1架执行战斗任务的隐形战机 F-117了。好，故事里面的第2架诺斯罗普，虽然在第1架隐形战斗机的设计 PK 中败下阵来，但随后却卯足了劲，用这架飞机沉默之蓝赢下了以实验为目的的隐形侦察机的合同，用实力证明了哪怕我长得再丑又怎么样呢？因为你根本就看不见我嘛。随后他虽然没有继续发展，但由此长出来的科技树呢，最终让 B-2得以诞生了。接下来就是故事里面的第3家了，有点悲催的麦克唐纳道格拉斯了，因为他从第1个项目呢就开始参与竞争了，甚至在与慵懒的 PK 中还赢下了第1阶段。但是后来，不管是隐形侦察机还是更新的先进战术战斗机项目竞争呢，他都没能被选上啊。看着洛克希德和罗斯罗普大把的花着纳税人的钱，一架又一架的造验证机，这个心里面啊实在是很不甘啊。好，既然你洛克希德有著名的臭油工厂，那我也对标你整一个幻影工厂出来了。你的臭油工厂里面有1号人物凯利约翰逊，那我的幻影工厂里面就挖你的2号人物过来呗。艾伦·纽西曼，其实这个2号人物是我随便说的啊，他可能并不是2号，但是也绝非等闲之辈啊。维希曼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慵懒的开发，并在随后的 F-117中继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结束之后呢，还帮助洛克希德为海军开发了那艘隐形战舰海影，以至于在很多绝密项目都还没有解密之前啊，美国国防工业协会就将含金量极高的技术成就奖颁发给了他。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由于艾伦·维希曼的工作呢，使得美国的隐形技术在与潜在对手的竞争中获得了15年的领先优势。好，所以你看，由他组建的麦道幻影工厂，显然也是梦幻级别的啦。于是，梦幻的猛禽，就登场了。我必须要承认啊，第一眼看到它呢，我是惊呆了的。这是一架飞机吗？它怎么长得如此奇怪呢？也如此好看啊。当然，好看是好看，但它怎么可能飞得起来呢？
跟我有着同样想法的，其实还有后来驾驶它飞了8次的幻影工厂首席试飞员鲁迪豪格了。他在第一次看到这架飞机的造型之后呢，就马上开始担忧起来了。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他还真的就拿了一张纸，折出了跟这个飞机一模一样的带着下翘翼尖的纸飞机，然后扔了出去。哎呀，不出所料，这架纸飞机呢马上就开始翻滚了起来，最后以背部朝下的姿势呢就栽到了地上。妈呀，我可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这种玩笑啊！当时鲁迪的心里面呢一定奔过很多匹的马啊。但是设计师比马来的还要快，立刻就跑到他面前安慰他了啊，同时拍着自己的胸脯保证放心吧，真正的飞机呢是绝对不会像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已经用计算机模拟过了，并且风洞测试也是做过了的，它肯定是能够飞得起来的。它的确是飞得不错啊，而且设计师的话里面呢，其实是透露出了这架飞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它是一架采用了当时还相当新颖的快速原型制作方式设计出来的飞机了。所谓快速原型啊，就是指抛弃原有的先画图纸，再造模型，接着对真实的物理模型进行测试，然后再根据反馈回过头去修改图纸，再造模型，再做测试，这种反复数遍的复杂流程了。而是从一开始呢，就用计算机来进行辅助设计，在计算机里面建造虚拟模型，然后利用那个年代最佳的算力模拟各种各样的飞行性能，因此能够以更快的速度生产出比以往更加接近成品的原型机组件了。这个在今天看起来呢太稀松平常了，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确是一个新鲜事啊。话说为什么幻影工厂要这么干呢？其实理由很简单啊，就一个字，穷。因为跟吃皇粮的洛克希德和诺斯罗普不一样啊，麦道是一家纯粹的私有公司，所以省钱自然就成了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嘛。穷则变，变则通，麦道真的就用变把这架飞机给走通了。前前后后啊，从概念到飞上天空呢，这架猛禽只花掉了不到6700万美元，比今天买一架 F-35的成本还要低。但是两者完全就没有可比性啊，一个是让0走到了1，另外一个呢，只不过是在1后面又多加了几个数字而已。说到省钱，咱要再啰嗦几句了，因为它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已经到了那种能不用心的就绝不用心的地步。发动机用的是小型喷气机，比如塞斯纳公务机才会用到的普惠 JT15D， 可怜的推力只能勉强超过3000磅。主起落架则是拿比奇飞机公司生产的双发轻型机上面的零件改装一下就成。弹射座椅来自 AV-8B 钥匙战斗机。控制杆和油门来自 FA18 大黄蜂，方向舵踏板呢从 A4 天鹰上直接扒下来就好了，堪称是飞机界的科学怪人啊。空军试飞员道格本杰明更是不掩饰他的坦诚啊，说哎呀，上面的钟呢就是从沃尔玛买回来的，所有的空调系统不过就是个小风扇而已。稍微有点对不起这么科幻的外表啊，当然也是这么高科技的外表。跟在内部省钱正好相反啊，猛禽的外部呢是它另外一个发挥创造力，同时也是毫不吝啬金钱的特点了。单一复合材料的整体结构，极少接缝，几乎没有间隙，相当的尖端啊，是直到今天隐形飞机还在攻克的关键技术之一了。因为可以带来无与伦比的雷达隐身性能嘛。好，当然猛禽呢还有多走了几步。它用整体的外观和优化的涂装，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阳光下面的阴影，于是即便在白天呢，也能跟天空融为一体，增加了视觉隐身的特性。它将进气口埋在了座舱背后，它将尾喷口呢藏在了这个微张的小嘴的深处，有效降低了红外和声学特征，从而提供了一种整体隐身的解决方案。当然，从计算机模型走到验证机，再从地面验证，最终飞上天空。它在这个中间的每一步呢，都进行了大量的修改。但事实证明啊，它这副 UFO 的模样呢，还真的就是在空气动力学上是稳定的。有一点就能够说明问题了。跟其他需要使用电传操纵并大量依赖计算机辅助飞行的隐形战机不同，它上面用的还是老式的机械与液压驱动的飞控系统。如果它真的是不稳定的话，早就如鲁迪折出来的那架纸飞机一样啊，栽到地上了。1999年，这架唯一的猛禽最后一次飞上了天空，用不快的速度、不高的声线，但是却极为有效的隐身能力，再次宣告了波音的研发实力，为后来的很多技术都埋下了基础。速度超过了3马赫的 SR7 黑鸟会在飞行的过程中与空气摩擦，产生大量的热。你来看这张图啊，本质上它在空中看起来就像是一块烧红了的煤炭。
图上标的呢都是华氏温度，我们基本上不用说也没有概念。那我给你一个参考值吧，华氏550度呢就等于摄氏288度啊，你自己看看 SR71身上有多少个地方是接近或者是超过这个温度的。好，那么问题就来了，它靠什么来降温？这个问题呢是有一定的欺骗性的啊，因为按照道理来说，它飞行在2万米以上的高空，周围全都是温度低于零下50摄氏度的冰冷空气，那么这些冰冷的空气自然就可以帮 SR71降到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了吧？可事实上呢，恰恰相反，不是飞机周围的空气在帮飞机降温，而是这架飞机在帮周围的空气降温。What？ 怎么会这样呢？因为虽然 SR71的表面已经高达300摄氏度了，但是跟与它接触的空气比起来呢，还是个温度更低的地方啊。这里咱们就要引入一个叫做停滞温度的概念了，它指的是流体在停滞点处的温度，也就是流体的动能完全转化为内能时的温度。停滞点是指流场中速度为0的点，例如在物体表面与流体相接触的点，在停滞点处，流体的静压最大，被称为停滞压力。停滞温度和停滞压力是描述流体运动状态的重要参数了，它们与流体的速度、密度、温度和压力有关。具体公式是这样的。好吧，谁也不会看公式的，对不对？简单来说呢，就是 SR71周围的空气想要跟 SR71的表面接触，非得要将自己的速度变得跟 SR71一致了才行嘛。而改变速度就得要做功，要做功就得产生热量嘛。在3.2马赫的速度之下呢，空气的停滞温度约为400摄氏度，几乎比上面那个图上的任何一个点都要高了。所以你看啊，靠风冷降温的发动机本质上还是不够强悍啊。既然风冷不能用了，那 SR71的解决之道就变成了以下2种：第一，让机身的大部分呢都处于高温状态，并用钛和不锈钢等耐热材料制成；第二，从油箱开始，到进入到发动机之前，为燃料设置复杂的穿过机身关键区域的管线，靠流动的燃料带走机身表面的高温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SR71的一半重量都是由燃料提供的。这种燃料呢是一种称之为 JP-7 的特殊煤油，具有良好的散热性能。它在1个大气压下的沸点为285摄氏度，算是煤油的上限了。当 SR71在1万米的高度下加满油时， JP-7 的温度可能会低于0摄氏度，于是它就可以被当成是冷却剂，用于冷却航空电子设备和驾驶舱了。当其流动到发动机时呢，吸收热量之后的温度已经达到差不多177摄氏度了。然后在这里呢，还会被用作各种发动机零件里面的液压油，主要是可变形状的几何喷嘴。当它最终到达燃油喷射器时，温度已经达到316摄氏度，正好为燃烧做好了准备。的确是一个工程奇迹，对不对？那我们最后非要说它一个这么干的槽点啊。由于燃料会一路吸热来到发动机，有的时候呢，它吸的热实在是太多了，来到发动机的时候呢，温度已经高于177摄氏度了，这就超过了发动机接收它的温度上限嘛，怎么办呢？只好往里面加点新的低温燃料中和一下呗。所以许多 SR71的飞行员呢就曾经表示啊，他们有的时候在着陆之前急着在空中寻找加油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燃料快要用完了，而是因为他们的燃料温度太高了。现代战机，尤其是那些只在对空作战夺取空中优势的战机，为什么还要在机身上保留机炮？这种2战标配的过时武器呢？明明大家都能够发射导弹，去掉机炮多加2枚导弹，难道就不香吗？还真不是没人这么干过啊。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麦克唐纳飞机公司生产的 F4鬼怪，在一开始的机型上面呢，就是只装导弹不装机炮的。理由很简单，我是一架超音速空中拦截机，拥有超视距的打击能力，你根本就没有机会目视看到我嘛。那同样，我也就不会目视看到你，有导弹就行了，还要机炮干什么呢？浪费空间啊！这样的理念在当时已经很流行了，但真的敢把它用出来的，还属 F4有勇气啊。结果呢，越南战场让他栽了大跟头了，因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空战当中呢，对手根本就不按套路出牌嘛。你用的虽然是又先进又复杂又高速的重型战斗机 F4，但对方呢用的则是比你更慢、比你更小，但是却比你更灵活的米格17。在近距离狗斗当中呢，往往还更要占据优势嘛。好，
好，你可能要问了啊，不是说好的是超视距作战吗？如何沦落到狗斗了呢？这个呢是由于当时的交战规则造成的啊。他要求飞行员必须要对目标进行视觉确认之后才能够发动进攻，这本质上就排除了远程导弹的使用嘛。等 F4快要追到米格17的屁股上时呢，飞行员又会发现，哎呀，对响尾蛇和麻雀导弹而言，现在的距离又太近了，于是就只能捡到亚音速，以便拉开距离。好，都到亚音速了，那就比谁更灵活呗。F4的优势因此丧失了。当然啊，这里要说明一点啊 ，F4显然还是用导弹赢得了很多次的战斗，只不过要是没有漏掉机炮的话，相信它会更加的从容高效的。所以嘛，他后来先是挂上外挂的机炮吊舱，还一挂就挂2个，然后到了 F4E 呢，终于还是把机炮给还回了身体里面，内置了一门20毫米口径的 M61火神进去，从此就再也不愿摘下来了。哪怕到了 F35都能隐形了，还是要装上机炮，就当是个保险吧。所以武器啊，先进是一方面，适合却更加重要。对于喜欢空战的你，什么样的书最合适呢？就是这本比字典更厚、比字典更大的20世纪空中作战百科全书，非常合适啊！从1战讲到2战，从2战讲到冷战，再从冷战一路讲到海湾战争，各种类型的空战、各个地区的空战、各种机型的空战，全都涵盖了啊！可谓是空战爱好者的镇宅之宝啊！既然是宝贝，它当然是不便宜了。那它值吗？太值了！长阳在自己的爱好里面把100年的历史亲手翻开，多少钱都是买不来的呀！推荐给你。歼20和 F22谁更厉害啊？昨天看了一个帖子，老外也是挺有意思的啊。把他俩从作战半径、机身布局、机动性、隐身性、攻击性和生存能力等等方方面面都做了很多详细的比较。但其中有一个我觉得他提供的思路呢，我是挺认同的啊。他说，与其关注飞机本身，不如去好好的研究一下这2架飞机所依赖的主要的空对空武器，就能够知道他俩斗起来谁会占上风了啊。那两者的主要空对空武器是什么呢？是长度超过了4米，射程估计能够达到300到400公里之间的霹雳15导弹，和长度只有3.6米，射程只有110公里的 AM120导弹。这2种射程差异明显的武器就彻底将歼20和 F22给拉了开来。前者是干什么的？那是在防区外远距离的狙击高价值的空中目标嘛，比如像鹰眼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等等。其他的战斗机呢，根本就入不了它的法眼，因为一旦那2个关键的东西被打掉，战斗机就等于是 game over 了。而后者 F22是一架传统的空中优势战斗机，其目标呢是为了击落跟它有着相似射程的战斗机，比如 F15等等。为什么就不能打远点呢？因为它装备的 AM120中程空导弹比它早了10几年服役嘛。这样的分析有问题吗？理论上还真的是站得住脚啊。因为虽然鹰眼的眼睛真的很雪亮，但是看隐形战斗机还是有点白内障。于是歼20就可以在不被它发现的情况下呢，接近它。这几乎就消除了鹰眼的全部优势啊。要知道它的生存全靠能够比敌人更早的发现敌人，才能给自己的队友 F15和 F22先发制人的优势嘛。好，这下先发不了了。在他还无法跟踪到歼20的时候呢，一枚霹雳15已经以4马赫的速度上路了，他能躲得掉吗？很难说啊。机动就不要想了啊，这是一架1960年代设计的大型慢速螺旋桨飞机，剩下的虽然干扰弹可以尝试着用一下，但霹雳15还可以切换到红外嘛，照样能够打得准。Game over 好像是稳的呀。那好 ，F22退下换 F35上来呢？是的啊，它可以用同样的战术先干掉咱们的预警机嘛，凭着自己很难被发现的极小的雷达反射截面。但是它还是只有 AM120可以用啊，还是要比歼20要更加接近对方的防区才行啊。这个呢，就是一个严重的风险了。歼20鼻子上面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它不是摆设啊，它呢，也许就能够发现它了。好吧，这么厉害，肯定有朋友表示不服啊。我理解并尊重啊，要知道这就是纸上谈兵罢了，属于吃瓜群众的娱乐项目，谁说的都不见得是对的呀。